嗨，我是 Stella， 派爱族2周诈骗105万案例，在你按赞、订阅、小铃铛之后就开始吧。本集呢也是网友投稿，跟上一集一样，是在 Pairs 派爱族这个交友平台 APP 上面的诈骗。这个平台比例怎么有点高啊？一样想要分享自己的经验，帮助其他人的话，传到我的 email 来，有自己的个资记得拿掉。首先呢，先谢谢 Mandy 的文字非常温暖，感觉就是一个好女孩。到底怎么会有人忍心骗她啊？事件开始。Mandy 跟诈骗 J 是在 Pairs 派爱族上面认识的。那认识之后呢 ，J 就提议说，不然我们删掉 APP， 直接呢在 LINE 上面聊天，以示尊重。他是认真的看待他们2个之间的关系，他不会同时跟好几个女生聊。Mandy 丝毫没有发现这是陷阱，这个套路很熟悉，这种上一集也用过。过了几天以后，开始了比较频繁的聊天，小至天气，大至买房啊、出国旅游啊、未来愿景啊之类的。一个好的配局就会有一个好的套路和好的人设。J 的设定是独生子，然后12岁的时候跟着父母去了大陆，家里是做木材进口贸易的。那由于亏损，大陆公司那边要收掉，回台湾接父母的事业。那过几天要再回成都处理事情，最后再回台湾久住。聊着聊着 ，Mandy 觉得这个人感觉起来人很好，很和善，加上诈骗 J 时不时的传达宁可相信这个世界人都是善良的，世界是美好的，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Mandy 也渐渐觉得，我好像可以信任这个人哦。可怕来了，有一天，诈骗 J 截图了一个叫金熙国际的大陆 APP 给 Mandy， 这上面是一个游戏，然后赚了几千块人民币。但那时候 Mandy 没有反应，继续聊其他的。J 呢，这时可能心里想，哼，几千块人民币你看不上是吧？于是隔天，他截图赚到1万多人民币的画面给 Mandy， 这时 Mandy 才回答啊，你运气这么好啊 ？J 当然兴高采烈的说，这可不是靠运气，是我观察局势的结果，并约了见面，想要教 Mandy 怎么赚被动收入，一方面可以更了解彼此。这跟上一集不一样诈骗主动出击说见面，增添了一种信任感。就算呢这次 Mandy 没有答应，也会默默的影响到他心理层面，落入诈骗不会主动要求见面的陷阱。就是这样的信任，促使 Mandy 下载了金熙国际和币安这2个 APP。逐步落入深渊。币安呢，看起来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一个买卖虚拟货币的 APP， 不过也是有很多诈骗在里面啦。金熙国际呢是从网页下载的 APP， 非正规，有点像彩券行卖的那个宾果，就是每几分钟会开1次奖，储值会送彩金，那依照你储值的金额，你彩金又会不一样。诈骗局的解释啊，因为金熙国际大陆没有对外开放，所以才要从网页上下载，就狡辩啦。下载后就要换币了嘛，找一个 ID 叫势在币的商家买 USDT， 买了5万台币，买了以后跟金熙国际的客服要储值地址，把刚刚在币安上买的 USDT 转到金熙国际客服那，客服呢就会帮你换成人民币储值到金熙国际里。隔天晚上诈骗就提议啦，我们一起来挣大陆人的钱吧。那因为他平时就有表达出对大陆人的反感，所以 Mandy 也没有什么起疑，他觉得说带台湾人一起赚大陆人的钱好像也蛮正常的。那操作了2次，也总共赚了2万台币，都有成功提领出来。所以刚刚5万，然后成功提领2万出来，所以里面还有3万台币。但是 J 隔天又提议啦，不然我们再存20万台币进去吧，因为呢会送5388人民币，同时呢可以升级成 VIP 3，你的投注金额就会变高嘛，所以呢你钱呢就会赚得越快。这跟游戏的设计原理很像，给予适当的奖励和可达成的目标，就会让人无法自拔。什么是可达成的目标呢？举例来说，就像是爬山的过程，你可以看得到山顶一样。那如果是那种遥遥无期，你连顶都看不到的山，你还会想去达成吗？没有嘛，早就想放弃了啊。可是如果你可以看见山顶，就会想我再努力一下好了，这就反而激起你的斗志，会让你更想投入，更想要完成。所以 Mandy 呢又再投入了20万台币，这次呢也有成功提领哦，出金了6万块台币 ，APP 里面剩17万。那诈骗 J 这时也不太急啊，专注于关心 Mandy， 任何小事都为 Mandy 烦忧操心，这样的对待让 Mandy 感到很暖心。过了3天吧 ，APP 这时候出了一个情侣活动 ，J 呢邀请 Mandy 参加520
人民币这场。天哪，诈骗还取谐音，会不会太邪门了一点？一方面因为有意继续发展，所以 Mandy 就想说，好吧，就算是一人要230万台币的入场费，这么高额，他还是决定加入了。金额大就算了，规则还很严格，参加后不能取消，而且要在5日内储值完成。如果没有储满的话，你投入的钱全部不能操作，不能提领，全部冻结。偏偏呢，当天晚上啊，J说隔天要下南投跟父母一起去查看林地，说是家族事业的起源地啦。对啦，故事还在掰。又突然说成都那边有急事要处理，要赶快飞回去一趟。还提到说，我早点处理完事情，我们早点一起见面吃饭。后来上下飞机啊、检疫等等都主动传照片来，连隔离便当都没有忘记发哦，还透露自己被关在酒店里。很无聊，这样完全没有任何让 Mandy 怀疑的机会。这个手法呢，在上一次加拿大网友投稿的微信诈骗呢里面有出现过，不过这根本就是进化版嘛。后来深信不疑的 Mandy 就开始了转账、临柜汇款的生活，甚至呢赶紧把股票卖掉凑现金，因为J说可能币商会缺币，要赶紧把币换进去。在 Mandy 转了80万台币以后，J这时很帅气的说 OK，剩下的我来处理啊！结果没几分钟就突锤啦，他说他转了40万多台币以后就达限额了。他是真的有把一些钱转到 Mandy 的币安钱包里哦。后来装作很努力了，然后真的没有办法了，说要去跟朋友借钱，叫 Mandy 也一起去找钱出来。刚刚不是说剩下你来就好，现在怎样？而且这时候余额还差90几万台币。Mandy 呢，这时候水深火热，立刻动了脑筋，到他的台新 Richard APP 上要贷款，想说要贷款100万，因为有了这些钱，他才能把原本投入的钱领出来。但因为太紧张，所以就缺件，最后核贷下来只有1万块。那因为有时间压力嘛，然后 J 呢也没有放弃哦，很积极，丢了各家银行贷款，要 Mandy 都去贷一轮，甚至开口要他去跟私人的融资公司借。那 Mandy 跟他提供的私人融资窗口沟通后，觉得听起来有点可怕，所以 Mandy 这时候才跟朋友讨论。朋友呢找了相关的诈骗新闻给 Mandy， 可是同时间诈骗 J 持续洗脑他说你能借的地方都借啦，一边用感情攻势说这是我们的人生经历啊，只要度过了这个难关以后，眼前等待我们就是一大片的彩虹。Mandy 抱着半信半疑的心态，强迫自己冷却一个下午，在没有跟 J 沟通的情况下，点开了金系国际的客服，就有 QQ、WeChat， 然后在线客服，结果点开来都是错误讯息。Mandy 心想真的惨了，好像真的是一个假 APP 最后试着挣扎一下，跟 J 要了会员中心的截图，结果他给的截图数字上面都是0，之前在游戏的数据和余额都不见了。J 可能提供完截图以后有点心虚，赶快补充说我又抽到40几万台币了，加上他原本汇进去的20多万台币，现在呢我们总共就只差28万台币咯，试图燃起 Mandy 内心的一丝希望。这大概就是他们的惯用手法。但在 J 叫 Mandy 用信用卡预借现金借28万台币的时候， Mandy 呢他是真的醒了，开始就跟 J 摆烂。眼看软的不行， J 呢也渐渐露出本性，决定来硬的，以歇斯底里的方式逼 Mandy 跟朋友借钱，还要求他去借高利贷。Mandy 当然继续不理看他不理， J 又自己软化了，他开始甜言蜜语说其实我也很担心只是我需要给你安全感我要表现得比较坚强之类的，就是没有用的话。然后又存了60几万台币到金溪国际给 Mandy， 表面上是说希望 Mandy 开心啦，实际上是想要软化他。这边厘清一下，对方呢存的是虚拟币，只要 Mandy 没有在币安换成现金到账户，基本上就是一个很空虚的数字。Mandy 呢实在感觉到很烦了，但他还是想说看能不能要到他一些身份证或护照之类的资讯，然后让他可以去报案。那诈骗 J 是真的给了但他把照片卡掉，姓名没有错啦，但是领证的年份怎么好像是109年。后续不管对方说什么 Mandy 都没有再回应了，在12月11号的早上报了警。这个就是短短2周被诈骗105万台币的事件过程。接下来 Mandy 想要跟大家说
真的非常希望不要再有人被诈骗走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就算被骗了，也希望被骗的钱比他还要少。从前呢，看到诈骗案只觉得怎么那么扯啊，这些人怎么那么笨会被骗，但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其实都是无法体会的，真的是当局者迷。很庆幸也很感谢他的家人，虽然骂他念他，但还是很挺他，让他没有去轻生。也非常庆幸银行贷款没有成功，更或者是高利贷，不然全家人都一起掰了。同时 Mandy 也审视了一些自己为什么会被骗的原因，当然我也会附上一些我的想法。第一个，太相信人性本善，我觉得啦，都要对陌生人留一些心眼，不管他话说的再好听。第二点，贪图快速赚大钱。如果说赚钱这么容易，干嘛要告诉别人？自己赚就好啦。会告诉你的快速赚钱方法，都是为了要快速赚你的钱。3，因为希望有伴侣而沉浸在自己编织的美梦。其实这个真的难免，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要帮他介绍啊。我也有一些好人名单，就只能再次提醒大家了，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也不会有陌生人愿意耐心教你怎么赚钱，因为对他没有好处嘛，这肯定有诈。如果被洗脑到真的很想投资，可以先跟家人或朋友讨论看看，或跟我讨论看看啊，我一定会回你啦。旁人给的意见说不定就是你的明灯哦。希望本次的经验分享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也让受害者少一点。我相信这么好心的 Mandy 一定会获得幸福的。那正在看影片的你，不管你是遇到了还是正在怀疑中，希望你都可以尽早跟人讨论，不要让负面情绪环绕在你应当缤纷的日子。这也是我做这个系列的初衷，大家都需要一个求助的管道。那年末了，崭新的一年我也会继续在这儿，觉得有帮上忙的请按赞分享，还有别忘了订阅加小铃铛。那我们就明年再见喽，拜拜。